这个医生是个瞎子，可没有人知道，只要一到了晚上，他就会奇迹般的恢复视力，而他也会趁这个时间偷偷用功。经过日复一日的努力，男人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针灸师，并且很快就在皇宫里混得风生水起。很多后宫的妃子生了病，都会点名让男人为他们治疗，而这也不全是因为他的医术高超，更重要的是他是个瞎子，因此不会看见不该看的东西。可这时屋里的油灯突然熄灭了，而男人同时也恢复了视力。妃子曼妙的身材就这么毫无遮拦地展示在了男人的面前。见状，男人只好强装镇定，他用颤抖的双手在妃子身上不停地寻找穴位，最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这才勉强完成了针灸。妃子特别满意，于是赏给了男人很多金子，多到他可以就此躺平了。因此男人也萌生了辞官回家的想法。可这天世子突发急症，御医长赶紧拉着男人前去治疗。经过一番检查，御医长断定世子得了疟疾，需要立刻治疗。慌张的男人赶紧在一旁打起了下手，可很快他就发觉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。男人凭借敏锐的听觉，隐约听见了世子正在低声的呻吟，好像十分的痛苦。而且御医长递过来的毛巾上还有一股浓烈的血腥味。正巧这时屋里的灯被风吹灭了，男人当即看到了恐怖的一幕。只见世子浑身插满了银针，并且伴有强烈的抽搐，而旁边的御医长正在不断擦拭着世子从七窍中流出的鲜血。男人当场猪脑过载，并且不自觉地露出了惊恐的表情。然而这一切全都被御医长给看到了，他慢慢靠近男人，小心仔细地开始了观察。幸好男人的内心足够强大，才暂时躲过了一劫。可是下一秒，御医长拿着银针在男人的面前晃来晃去，紧张的男人握紧了手上的毛巾，可他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的变化。나으리 명주천이 더 필요하십니까？御医长这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他一把夺过男人手上的毛巾，然后开始着手销毁证据。看到御医长离开，男人将视线落在了世子的身上，一息尚存的世子好像要告诉男人些什么。他是这座王宫里唯一一个知道男人秘密的人。可这时御医长回来了，男人下意识的低下了头。御医长点燃蜡烛，等男人再次将目光看向世子的时候，他的眼前已经恢复成了白茫茫的一片。男人和御医长离开了世子的寝殿，可趁着御医长回去休息的时候，男人却又急忙的跑了回去。这个男人白天是个瞎子，可只要一到了晚上，他就会神奇的恢复视力。由于自己特殊的体质，男人意外目睹了御医谋害世子的惨案。趁着御医离开，男人赶紧回到了世子身边，想要实施救援。可此时世子已经饮恨西北，就算是华佗在世，也无力回天了。突然，男人发现世子的脑袋上有一根银针，很明显是御医落下的，而这也就成为了这起惨案的唯一证据。这时门外传来了御医的声音，男人赶紧躲了起来。原来御医刚一到家，就发现自己的针少了一根，所以这才急急忙忙的回来寻找。男人瞅准时机，打算翻窗逃跑，可却一不小心将银针掉在了地上。男人见状立刻伸手去捡，不过好巧不巧，银针居然掉在了地板的缝隙中。他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将银针给捡了起来。可这时屋里的御医听到了声音，男人顾不上太多，赶紧翻过了窗户，然后他拄着拐棍开始苦苦逃跑。等御医赶过来的时候，只看见了男人的背影。御医想要追上去，可他却被世子的侍卫给拦了下来。御医灵机一动，立马向众人宣布了世子的死讯，并且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刚才那个跳窗逃跑的人。顿时王宫内乱作一团。高高在上的王听到自己亲儿子的死讯后，更是当场犯了麻痹症。他立刻下令将所有的宫门都关闭，并且发誓要让刺客插翅难逃。可偌大的皇宫内，想抓一名刺客也没有那么简单。这时侍卫发现了新的线索，他们在刺客逃跑的窗前找到了一滩血迹，因此断定刺客在逃跑的时候必定是受了伤。侍卫统领当场下令，让皇宫内的所有人脱下衣服接受检查，只要身上有新的伤口，就一定是刺客无疑。男人害怕自己被抓，于是他带着御医的银针找到了世子的老婆，并且将世子被害的全部过程全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。两人约定要在第2天向大王举报这件事儿。可男人刚一离开，就被侍卫逮了个正着。这下男人懵逼了，因为只要被侍卫检查，那自己腿上的伤一定会被发现，而他也将必死无疑。幸好这时毫不知情的御医长赶了过来，他拉着男人赶往了大王的寝殿，想让他为大王施针治疗麻痹症。可世子的老婆却对此毫不知情，她只知道男人被带到了大王的面前，还以为男人已经暴露了。如果男人被以刺客处死，那世子的冤情将再也没有昭雪的那一天。于是女人也急忙来到了大王的寝殿，并且拿出了那根沾满毒药的银针，当场指控了御医长的罪行。이영익이 봤다는 자는 독살자가 아니라 목격자입니다。 可就在大王质问他目击证人是谁的时候，男人却一个劲儿的给他使眼色，暗示他不要把自己供出来。看那女人一脸懵逼。原来刚才女人和大王对话的时候，男人一直都在注意大王脉象的变化。可他惊恐的发现，大王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感到半点的高兴，而是产生了大量的恐慌和愤怒。所以他认定这件事并不简单。果然不出男人所料，看着大王逐渐凶狠的眼神，世子的老婆也明白了，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大王安排的，是他亲自下令杀死了自己的儿子。他是朝鲜王朝高高在上的王，却只因世子想和中国的清朝建交，就悄悄下令毒杀了世子，并且还对外宣称世子死于疟疾。世子的老婆觉得事有蹊跷，于是也被大王给囚禁了起来。现在唯一知道真相的只有一名医生，他为了揭穿大王的阴谋，于是偷偷来到了毒杀世子的御医家。在这里，他找到了御医和大王的密信，上面明确交代了除掉世子的命令。本来这些信件早就该被销毁了，可御医也觉得大王的做法过于残暴了，于是冥冥之中，他也希望有人能发现这些证据。男人带着密信找到了当朝宰相，可宰相却说
这并不是大王的笔记。世子的儿子拿起密信看了看，然后明确的表示这就是大王的笔记，不过是用左手写的。他在小的时候有幸见过一次，可一个小孩的话没有办法当做证据，况且现在指控的可是高高在上的大王。正在众人感到绝望之际，男人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他在给大王施针治疗麻痹症的时候，偷偷麻痹了大王的右手。这时侍卫闯了进来，要让大王写一份给世子的祭文。大王本想让他等一等，可侍卫却说祭奠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。无奈之下，大王只好用左手拿起了笔。可就在他准备盖章的时候，他发现了男人腿上的伤，男人的身份暴露了。大王也立刻看穿了男人的阴谋，不过男人丝毫不慌，他将大王脖子上的针猛地向下刺深了2寸，大王当场就昏厥了。然后他拿起印章盖在了祭文上，接着男人慌忙地逃出了寝殿。这时大王的贴身护卫追了上来，男人只好顺势躲在了昏暗的桥洞下。可很快一名侍卫就发现了男人的踪迹，不过男人拥有一双猫头鹰的眼睛，在这种环境下优势在他。没一会儿啊，男人就穿着护卫的衣服走了出来。凭借这身伪装，男人很快脱离了险境，并且顺利将祭文交给了宰相。现在证据确凿，百官在宰相的带领下准备废掉大王，另立新主。而男人也凭借宰相的令牌顺利的出了城，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就可以远离皇城内的纷扰了。可这时他听到了看门护卫的闲聊，他们说世子的儿子生了重病，因此大王点名让御医长为他治疗。男人知道大王这是准备对小孩下手了，男人放弃了逃跑，并且立刻来到了孩子的住处。此时御医长已经为他施了针，男人怒不可遏，他砰仓一下推倒了御医长，可惜力量上他还是略逊一筹。很快他就被御医长压在了身下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男人拿起了一旁的针，哭哧一下扎在了御医长的眼睛上，趁着他疼得嗷嗷直叫，男人拔掉男孩身上的针，然后背着他打算逃离王城。可很快天就亮了，男人再次失去了视力，他拄着拐棍摸索着来到昨夜议事的大殿之外。男人呼唤着宰相，可这时大王却走了出来。正在男人感到绝望之际，百官也到场了。宰相缓缓走上前，大王见到这个一手扶持他走上王位的国之重臣，脸上也没有了往日的傲气。他祈求丞相放过他一次，否则清朝很有可能会趁虚而入，派一个自己国家的人来接管朝鲜王国。宰相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况且眼下并没有人能够接替大王的位置，因此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要罢免大王，只是想要给他一些教训罢了。侍卫从男人的手中接过了世子的孩子，由于害怕被报复，所以大王必须将他处理掉。男人不甘心，此时生死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他走到所有人的面前，说出了大王毒杀自己亲儿子的事情。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，他们也痛恨大王的残暴，可惜他们无能为力。而大王造的孽还远不止于此，他将世子的老婆以谋逆的罪名处死，而世子的孩子也被独自流放到了荒岛，直到死去的那一天，他都没有回来过。而等待男人的将是被斩首示众。可是行刑的护卫却动了恻隐之心，他偷偷把男人给放了。捡回一条命的男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，不知过了多少年，他成为了10里8乡有名的神医。这天男人听说大王被麻痹症折磨的马上就要死了，因此正在四处寻访名医。男人若有所思，之后他来到了这个熟悉的王宫，再次为这个残暴的大王施针。不一会儿啊，大王就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身边的大臣赶紧过来询问大王的死因是什么。只见男人悠悠地回答道：疟疾。